这是中国最神秘的800个人。据说1000年来隐居在这个山坳子里呢，不跟任何人通婚，也不和任何人说话。外人赶来呢，只要敢多问2句话，立马跟你翻脸。翻脸呢还是小事，搞不好你要来这里挨上2个大逼兜。而这片与社会脱节的地方呢，他们这里的人到底如何生活的呢？令人十分的好奇。我们来此探访，决定解开这个秘密，恰好遇到了这里的一位大姐，据说她也是800人中的其中一员。据说呢，他们的长相与外人悉数不同。据说这里的人至今保持着神秘的祭天仪式，你看这个东西像不像一个外星的基地？但是很可惜啊，据说他们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叫做祭天金人，竟然被汉武帝给弄丢了。那么这800个人到底有何神秘的身份呢？据说呢，他们的 DNA 都被抽取了，然后专门用作研究。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？我们今天就来探访探访。据说这是大山深处最后一个匈奴部落啊，这据说也是中国最后一支匈奴部落，就隐藏在前面的一个深山里。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啊，想当年这里是没有这么好的公路的，基本上是外人很难找到这种地方。不过呢，即使这里介绍了这么详细，我仍然不相信这里面竟然会有匈奴人。匈奴不是早已灭绝了吗？我们来到一片高地啊，从这里进去呢，就是匈奴人的村子。它这个村子很特别啊，是前高后低，坐在一个坑里面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呢有一个建筑啊，他们以前的村口应该不是在这里。这边有一个什么建筑呢？这是一个匈奴人的别墅啊，是个老的中式别墅。我是怎么知道的嘞？你看这个上面啊，它这个横梁3块结构件组成，像不像一个弓箭？而且上面顶着个梁，像不像一把剑？看见没有？汉人是不会建这样的梁的，只有匈奴人才会建这样的梁。而且有的结构件呢，像白云，像这个像一朵白云，而有的呢，你看这边的梁上像一个匈奴的帽子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像一个匈奴的帽子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属于半废弃状态，应该是被保护起来了。我们是无法进去的啊，因为它全是纯木构的，稍一不小心有可能把人家这个建筑给推倒，我们也不敢进去，不敢碰。这里就是匈奴的村口了啊，它的真名呢叫做南溪古寨，这还写着呢。大山深处最后一个匈奴部落，这里面有很多匈奴的房子啊，像这种房子就颇具匈奴的特色啊。汉人在进化房子呢，匈奴也在进化房子啊。它这个匈奴的房子，你看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建筑呢，显然是不是很老的，但是在这个村子里呢，应该有匈奴很老的房子。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啊，这两边都是油菜花啊，很漂亮。进村的时候呢，这里有3座桥啊，据说这就是匈奴人的3把锁。只要外敌进村，以前这里都是有把手的啊，一座桥几个把手，你只要敢进来，未报名身份就会把你的喉咙射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进村3把锁啊。你看这条河，他们据说是有81条河，还是88条，我没记住。估计呢，这个匈奴祖上啊，可能有认识诸葛亮的人，所以呢，才导致他们会这个阴阳五行八卦术啊。这个建的很特别，你看，很多条水系环绕。这里其实有介绍啊，他们在明朝的时候才来这里兴盛起来一个巨大的部落，世人一直并不知道啊，所以这座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座桥，叫做会元桥。我琢磨了一下，这个匈奴桥跟汉人的桥没什么区别，但它那个水呢，确实是非常的浑浊啊。你看，这个水像肥皂水一样，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。这棵树呢，据说就是当年匈奴在明朝时候种下的，看看长得多么土。匈奴会种树这件事情呢，我始终是表示怀疑，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，能长成这么大一棵树也确实了不得了。大树旁边呢还有个石台阶，我估计匈奴洗衣服的时候呢，就是应该来这个地方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匈奴的祭神坛啊，据说匈奴从汉朝时候就开始祭神，直到现在啊仍在祭神。
我刚上来就发现了一座财神庙啊，这应该是个财神庙，匈奴财神庙。你们看啊，它这个香炉啊，看出来什么端倪没有？这个香炉像一个小型的蒙古包，匈奴香炉，这就是。再往里走看看，这个匈奴人供的财神很特别啊，叫沈老祖。这个沈老祖到底是谁呢？我猜会不会是沈万三呢？沈万三是财神吗？我记得赵公明才是财神吧，这个搞不大清楚。我们接着往前走啊，据说上面就是他的祭天神台。我的个天哪，这里就是祭神台啊！匈奴祭神的时候就来这里祭。不过呢，据说啊，他们有一个神秘的金人呢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他们之所以祭神用金人呢，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。但是据说这个金人呢，在被霍去病缴获以后呢，放到了这个甘泉宫中，从此就消失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居然让汉武帝给弄丢了。啊，汉武帝真是一个罪人啊，把人匈奴的圣物给弄丢了。我们看看啊，这里写的是南溪社神，我不知道这个社神是什么意思。你不要小看这个社神这个碑啊，你看着是什么年代的？万历年代，看见没有？明万历年间啊，这是16几年的东西了。现在是个相当珍贵的文物。我怎么看它像水泥建的？祭天金人这个就是这个造型啊，你们看一看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估计匈奴也是恨透了汉武帝。这不知道是不是一座匈奴墓啊？看起来好奇怪呀，连墓碑都没有。这应该是座墓。这是匈奴的公厕啊，你们看看，像不像那个蒙古人那个造型？很像啊。这是为了现在旅游建的，当然这个房子肯定是匈奴的房子啊。你看看，这都是老房子，有历史的房子。这个有一点，它是个别改造成了这个公厕了啊。看看这边，这是匈奴的房子啊。他们来到中原地区啊，其实本来是游牧民族。怕暴露自己，无法牵马，我猜的啊，这都是。你看，所以来这里弄了个马，没事干来这里墙上牵马。但这个马呢也注意点啊，你们来的时候别给人拽掉了啊，拽掉了这个要赔的。立体的。我发现了2座庙啊，这座庙呢，应该我看这个神位上写的是药王，这应该是供的药王孙思邈嘛？看看。哦，供药王其实很多村子都有这个，确实是啊，药王菩萨之神位。你看它这个特点就是帽子啊，仿佛戴着那个匈奴的毛毡帽一样，展现了匈奴特色。那个香炉上写的黄金万两，这到底是求财了是求健康？搞不懂啊。这是匈奴的土地庙啊，这个倒是没什么特色。匈奴跟汉人供的都是一个土地爷，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。看看这个香炉，这个香炉很特别啊，它这个香炉说不出来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总之，在中原地区是很难见到这种样式的香炉。这里呢，就正式进入了这个匈奴的村庄啊，这上面写的匈奴部落啊，这还有匈奴民宿的，匈奴风味农家乐。这个就是匈奴的祠堂啊，我们刚从那个匈奴饭店过来。等会儿咱们找个大妈来给讲一下，找个匈奴大妈，不找汉人，这里应该是有汉人的，来讲一讲这里面的秘密啊。据说这里面藏着很多的秘密。是正儿八经的匈奴商店啊，叫做金贵商店。这应该是升级版的，你看那个上面这个牌子，像蒙古包那个尖顶，底下还闹了几片白云。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做错了，应该白云应该飘在天上，怎么飘到蒙古包下面了？有点不合逻辑啊。匈奴的商店，我的天哪，像60年代的商店，哦哟，像60年代的供销社一样，很老旧了。金氏祠堂过来呢，我们发现啊，这里有好多匈奴人的房子，看那种土黄色的房子，看到没有？中原一般没有这种房子，这种房子建的和这个中原的房子完全不一样。看这些，
这都属于那个什么嘞？匈奴人的特色啊！你看这个屋角就能看出来，看见没有？这样看一下，它这个屋角并不是直角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听说匈奴人很多都是姓金啊，你看，那个叫什么金什么巧宅了，这面金心林宅，这是个天前弄，他们一般说弄堂啊。这个是金靖城宅，这都是匈奴宅啊。你们所看到的新宅呢，就是匈奴老宅的升级版，像这些都是升级版的匈奴宅。我刚才侦查了一下啊，这好像一个匈奴的棺材铺，这是院墙，咱们撤吧。说实话啊，我来这里绕了8圈，迷路了9次。它总共有99条巷道，88条溪。按照五行八卦造的，极其容易迷路。比如说，我刚才看见一个民国政府的匈奴房子，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匈奴还打到了欧洲，这个叫金匡园，这也应该是个匈奴的后裔。据说这里现在还住着800个匈奴后裔啊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应该是匈奴人住的比较多的啊，看看很多匈奴的房子。但是你们发现这条路啊，从来都没有直的，全部都是蛇形。这个房子的主人非常了不起啊，据说这是一位匈奴大侠，叫做金九龄，一夜之间投遍了18县。监狱对于他来说形同虚设，来去自如。九龄故居，我一开始以为张九龄，我说张九龄怎么跑到匈奴这里隐居去了，令人不可思议啊！看，这是由于私宅，咱不方便进去啊，门口看看就可以了，还是老房子，几百年前的。绕了9981道啊，我终于找到了个匈奴钱庄啊，这就是相当于匈奴的银行啊，匈奴古钱庄。它这个古建筑，看看这匈奴的钱庄啊，像是武装起来了一样，窗户很小，上面还有很多的射击孔，这个就是匈奴的钱庄。在这里呢又叫南溪钱庄，但是后来改的，是这个样子。这个钱庄现在是个私宅啊，不方便进去，他们这个都没有窗户，就是这种，由于前面有个封土，咱们闯入了人家蜜蜂的领地，不大好。民国政府曾经来这里待过6年啊，日本人攻入的时候，民国政府就来这个南溪村，那时候叫金家村。据说1939年到1946年的时候，这是民国政府的驻地啊。现在这个房子没有人啊。这口井应该是匈奴古井，这是我在村子里面见到的唯一一口井。哇，好深的井啊！至今还能照见人脸，说明里面有水啊。这种井我觉得在中原地区是见不到的，纯石头垒成的。这个地方叫大井，就在这个政府下面啊。我们沿着这个匈奴部落的小路啊，一路走过来，到处都是这个匈奴部落的旗子啊，挂到这个上面。你们看啊，在这边呢就是箭楼啊，古寨箭楼，这个是古寨箭楼的野生茶厂，这个字有点拗口啊，我念不出来。地方呢就是箭楼，早以前呢这里有60个箭楼，就是全面防御这个部落的，因为他们害怕被追杀，因为这是匈奴留下了最后的血脉了。但是这个据这里讲啊，这里大妈讲，这个守箭楼这个人他去了南京了，不在现在，可惜我们进不去，只能来外面看一看。当时就这种匈奴特色的房子，你看到这个颜色像不像匈奴的铠甲？就这个玩意儿就有1000多栋这样的房子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啊。以前的地，包括这地里，这种的都不是菜啊。你看那根基啊、垒的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以前匈奴的房子。现在呢，零星有新盖的房子，以前的房子由于年代太久远了啊，所以呢看不出来端倪了。现在
退耕还林了啊，退房还耕了。看这副对联啊，思乡亭，名落南溪势则长，声传漠北家风镇，说明他们的老家在漠北。大姐，我问一下你啊，现在咱们这个匈奴后人还有多少人？这个村庄有800多人。800多匈奴后人是吧？哎，对。就光姓金的有800人是吗？对。哦，那是什么时候迁过来的？有1130年的。1130年。那是宋朝末年是吗？对对。就是当时这个宋朝把匈奴追杀到这个地，追杀后来没办法逃到这个地方了。我们祖先逃到这里，这里边四面环山。四面环山就是。你到外面那个村口看，有9龙戏山猪，这上面山呢是9条龙。对，这是不是？因为这里不仅有很好的风水，而且这个地势也比较隐蔽，是吧？对。听说这个1000来年，就是匈奴人很少跟外族通婚，是真的吗？那是过去。那是过去啊。现在都汉化了。开放了以后，后来是汉化了，是吧？汉化应该是在民国时期还是什么时候？还在后面。要比民国晚一些，是吧？可能我看汉化早就汉化了，就婚姻后面的，婚姻前面不许过。婚姻前面是不对外的，是吧？对对。后来就是汉化了以后，又跟汉族人就开始通婚了，也就应该大概是1900年以后的事情了，是吧？早以前你们这里其实还很闭塞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你们这个匈奴有没有特殊的语言呢？有。匈奴语是吗？那您给我说2句匈奴语吧。我就说2句了。说城里咕噜莫得无雷，就是说天地儿女欢迎你们。对对对，那这个语言是从1000年以前流传下来的。我们现在从这个亭子旁边过来看看啊，看看是不是个箭楼。这个箭楼分布在村子的各个地方。在冷兵器时代呢，这个东西是相当管用的。你看啊，这儿有介绍呢啊，箭楼建于元末，属村箭石，有64幢箭楼，看见没有？西北方向的锐角正对着匈奴的故地。箭楼很可惜这个人不在，你看上面全有那种箭孔，那个大的是瞭望孔，这个小的基本全是射箭孔啊。基本上只要靠近的话，就是无差别的射击啊。你即使敌人进来也没有办法，全会被射穿的。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角了，你看，这我没有用那个广角啊。你看这个房子，它叫锐角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直角，90度。但是现在它这个，你看到啊，这个它不是90度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是锐角呢？它小于90度，小于90度原因呢，就是它这个角啊，一定要正对着它的漠北故里。那个方向，西北方向，就是它的漠北。这边的射箭孔现在还能看得到啊，这个相机实在是伸不到太里面去了，我把它伸到里面看一下，是里面是空的啊，里面还有个桶，能看得到一些东西，还有床什么的，看到没有？咱们临走再采访大姐2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啊，我听说你们这里是99条路，88条沟是吧？对。你们这个路是为阳是吧？那河边上那个路是 S 型的。S 型的啊，就是为阳，河为阴。河为阴，就是顺着河或者顺着路都能走出去是吧？对对对，那就好找。其实当年这个村子就是个迷魂阵是吧？对，是不是很难走出去？对，很难走出去，有99条巷子，你们叫巷子，我们过去叫弄，99条弄。对，叫弄，我们其实也叫弄了。弄。这个弄是从古代传下来的，是吧？石板路嘛，现在是村镇通后面就搞了，本来这个路很窄的，两边都是草丛，中间只有1米宽，就算宽的了。后来是修路了，是吧？修路了。好嘞，谢谢你啊。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这个箭楼啊。你看看这边，因为它是防御城堡，所以呢，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呢？窗户极小，你想从外面射进里面是不大可能的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个门也是很小的，这为什么这么小呢？防止你骑着马冲进去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几个人同时冲进去也不大可能。这么窄的门，不足1米宽的门，
你一个人进去啊，必死无疑，对不对？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我们来这个地方好几次了，每一次这个人都不在，而同行来的时候，他们是总能进去，真邪门。这个东西你们见过没？就在箭楼旁边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匈奴独有的菜园子啊，匈奴菜园子。你看看下面是什么东西了？黑里吧唧的，还套了个塑料袋，我真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的。貌似像那个匈奴制作种葡萄的一种方式。咱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最后一支匈奴部落的宗祠啊，这说白了就是他们匈奴的宗祠啊。咱们进来看一下啊。大姐，这个门槛为什么这么高了？这是门户啊，门当户对。哦，上面是门户。上面门当户对。这个匈奴人也是讲究这个东西的吧？对。门当户对是不是就是跟那个嫁娶有关系？对。啊，也就是说娶嫁跟汉族一样，也需要那个身份差不多是吧？对。好嘞。哇，这个好大呀，这里面。这个是叫天井。这个天井也太大了。四水归堂吗？四水归堂。听说这里有100根柱子是吗？对对。我怎么数不清楚的了？有100根柱子。听说有一根是悬空的，是真的吗？悬空的是真的，在后面。咱们去看一下这个悬空柱子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姐，我问一下啊，这个雕塑为什么这么奇怪呢？这个是上马的。这是上马的？对呀。就是踩着那个东西上马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个东西这么低，这能上马吗？就是踩这里是吧？这个是你看我的脚踩在这里，这好像是一个明朝的官员是吧？对。这个我就看不太懂了。对，咱们看柱子吧，还是。好。确实这个柱子相当多。这个也有讲究的，这个都有匈奴的结构图案，这是蓝天白云。匈奴的图案。您意思是这个属于蓝天白云？这个属于白云是吗？蓝天白云。这是白云蓝天哦，都放在这个柱子上了是吧？哦。这上面是蒙古包匈奴的结构，这上面，这。哦，这个柱子是吧？不是柱子，这上面。拱形的是吧？拱形。特别像那个蒙古包那种的，都是拱形。对，不同于汉人那种三角的是吧？你看这个梁是弯弓箭。对，这个像是谁的了？我们祖先呢？金密迪是吧？对。金密迪好像是汉朝的是吧？大汉朝的是吧？好，咱们看柱子吧。还有什么？梁弯弓箭。对，这个梁这边这个。对。2个弓子结构件组成的。对。像一把弓。才高八斗，那个是斗筒。那个两边是。对，还有个斗。斗筒。斗筒，这是什么意思了？才高八斗吧，是这样。是有这个词吧？才高八斗有了。有吧？看来这只是个文化是吧？对，我们这里是文化旅游。对。你看这个柱子，就是一根没有落地。对。对，仔细看这里，是有个缝隙是吧？对呀。是不能落地的。这个主要是为了讲究什么呢？皇宫可以100根嘛，祠堂不可以100根。意思就是怕人家告密啊，说你造反。怕就是当年的朝廷怕越制了，导致这个灭了9族是吧？对。大姐，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这个地方？这个双层天井就是双层领导啊。双层天井。2个屋檐是吧？对，2个屋檐。这个就是象征了你们就是祖先双重身份是吧？既是匈奴人，又是当年当朝为官的是吧？好嘞。谢谢你啊，这匈奴大姐给解释得很好。这副对联呢，深藏着一个秘密啊：珠山灵芝西岐凤，碧水深藏北海龙。其实它这里的北海啊，指的是哪里了？指的是贝加尔湖啊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这只有匈奴人才知道这个秘密啊。这你能相信吗？匈奴人1000年来小心翼翼，即使为官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他们躲在深山里，其实就怕这个汉族人报复。据他们当地人说啊，在民国时期，汉人才与这里匈奴人的文化相融合，逐渐了呢，这里呢就开始了一些对外的交流。据说这个店里还有一个最神秘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整个店里从未有过蜘蛛网以及蚊虫。包括这个缝隙，我仔细观察了，确实没有，他们本地人也解释不了。